科技树全点在了地面装备。人格连大陆军建军思想下的写照，机动战士高达00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MSG062A 铁人式陆战型，是人格联机初代机动战士法统式之后，于 AD2307年投入使用的新一代机动战士。从外形上可以看出，新一代机动战士铁人式要比法统式更加接近人形，但在定位上还是继续沿用了法统式的思路，也就是在大陆军这个基础上来发展机动战士，因此在性能上还是优先防护和攻击力，这使得铁人式的体积仍然是十分的庞大，因而在机动速度上的性能与前代机动战士相比没有什么差别，整个机体在行动时看起来还是显得比较缓慢，倒是在动力上做出了重大改变，不再是法统式和长鼻式使用化石燃料的内燃机，改成了使用太阳能电池的电机来作为动力源，这样人格联就能摆脱化石能源枯竭的制约，从此就有条件开始大力发展机动战士装备计划。而在防护方面，铁人式与法统式一样，使用的装甲也是由一碳钢打造而成，不同的地方在于，由法统式手持盾牌的方式改成了尖盾，因而在进行防护时，铁人式的操作方式与法统式存在着较大不同，但防护水平依然很高，能够防护大多数武器的直接攻击。而在腿部位置的防护板也做了调整，由法统式的双腿防护板减少为铁人式在左腿上的一个，但防护面积有所增大，如果有必要，两腿都可以装上防护板，这样就能进一步增加防护的范围。接着是脚部也做了较大更改，可以看到与法统式的皮鞋形状有很大不同，在脚底和脚后跟位置都进行了特别的设计，这样方便铁人式在地面上站稳，来抵消使用大口径武器时产生的后坐力，以确保铁人式随时保持姿态稳定。而在铁人式的武器配置方面，首先是在右手臂位置安装了一把25倍20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该炮从主战坦克使用的滑膛炮发展而来，曾率先在长鼻式上装备使用，配备有多种类型的弹药，可按各种作战任务的需求用来打击不同类型的目标，而且射速比较快，能够连续发射来发挥火力压制作用。同时在同轴位置还设有12.7毫米口径的机枪，这个机枪除了拿来打击人员和轻型装甲目标之外，还能根据机枪子弹的落点用来发挥修正滑膛炮的弹道作用。而关于这把武器的使用方式，除了在行进时进行射击之外，还能利用左腿的防护板上向下的凹槽，这样在阵地进行防守作战时，就能以有力的防御姿态使用滑膛炮进行射击。尽管两种口径武器的混搭足够应对大部分作战情况，但火力上还是略显不足，所以人格联还准备了另一个武器火箭筒提供选用，其口径足足有550毫米，用来进一步增强铁人式的火力打击能力。但后续发展了铁人式相关衍生型号的原因，这把武器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基本上很少见到有使用记录的情况。然后在铁人式的左胸位置还设有30毫米口径的机炮，作用是用于防空和打击轻型装甲目标，如果对付机动战士也能起到牵制作用。近战武器方面则不再沿用法统式的碳纤维长矛，而是改用了可单手持用的碳素刀，这把武器是与手柄部位平行成梯形状刀片，造型虽然显得奇特，但比较容易操作使用，攻击距离比碳纤维长矛缩短了不少，需要更进一步近身攻击使用。当不需要手持战斗时，这把武器就会挂在后腰的裙甲上。值得一提的是，这把武器并不是特别的锋利，不像那些刀剑武器那样劈开装甲，而是通过铁人式的高出力对目标进行猛击，以此来发挥这把武器的破坏力。驾驶舱的设计，铁人式也是极具特色，比较显著的是没有设置座椅，驾驶员在操作铁人式时是以站立的方式来进行，并且驾驶舱内也没有设置显示屏，所有的信息都会集中显示在驾驶员的头盔上，其交互方式是通过眼球和头部的摆动来进行，然后在驾驶员嘴巴位置的数据线会将头显的交互数据传递到机体上，这个操作方式的效率要比传统仪表加操纵感提高了不少。由此可见，人格联在这方面的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在电子设备方面，铁人式改成了以背包的形式进行携带，而且这个背包还能进行更换，可以换不同的装备，从而让铁人式具备多种作战形态进行作战。这一点与 AU 和联合的机动战士产生了较大区别。其他的，在肩膀和腰部位置还设置了传感器，配合头部的传感器组件来构成铁人式态势感知能力。同时在头部额头位置还装有照明灯，以便铁人式在夜间进行行动。除了这款铁人式陆战型，人格联还基于这一型机体发展了多款型号，
这其中的一款是型号为 MSJ062LC 的铁人式远距离炮机型。可以看到，在头部位置安装了一个巨大的火炮，该炮是50倍30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其有效射程为20公里，最大射程也能到40公里，而且在依靠传感器的辅助下，还能对敌发起远距离的精确射击。可以说，这一型铁人式是人格连重要的攻坚利器，因此在多数情况下都会与铁人式陆战型一起部署进行协同作战，来发挥为友军提供火力支援的作用。由于火炮的后坐力十分巨大，使得经过改进脚部结构也不足以保持稳定，所以在后腰位置增加了一个柱厨结构，其伸出的部分比较尖锐，以便深入地面来支撑机体保持稳定。接着是驾驶舱也进行了调整，增加了1名成员来负责炮手职责。剩下的变化是腿部的防护板有所增大，尽可能的防御对方人员从地面发起的攻击。左胸位置还有30毫米机炮，继续用来发挥近距离的防御作用。虽然是铁人式陆战型的底子，但这一型机体已是火力打击的特化机型，并不能切换回原来的形态进行战斗，因此自身的防护能力十分有限，在作战时需要铁人式陆战型提供保护。不过由于本身的射击距离足够远，因而一般都不会冒险靠前部署，所以要想从地面直接威胁并不容易，而只有来自空中力量的打击才是最大的威胁。为此，人格连还发展了另一个型号进行应对，而这个便是铁人式防空型，其型号为 MSJ062AC。可以在头部位置很清楚地看到有安装4管50倍155毫米口径防空炮，该炮的射速极高，其射速1分钟可达720发，炮口出速能达到1655米每秒，基本相当于5倍音速。在射击上拥有如此超高的性能，将会对中低空的目标带来极大的威胁。不过这也加快了对炮管损耗的速度，一旦战争的烈度上来，就会遇到战斗还没结束，炮管就得需要更换的情况。所以每次出击作战时，在机体后腰的挂架位置都会携带备用的炮管，以便在野战环境中快速更换，得以继续战斗。而在打击不同类型的目标方面，使用的弹药还配备了多种引信，分别为近炸引信、延迟引信和常规引信，并且在两侧肩盾上还安装了4组4连装导弹发射装置。该武装与防空炮进行组合，来构成铁人式防空型中近距离的防空火力网。配合机体后背还装有综合探测系统，可以快速完成从锁敌到锁定这一过程，及时发现有威胁的目标并迅速将其排除。值得一提的是，自从遭遇到天人组织的高达以后，其散布的 GN 粒子使得各型导弹失去了精确打击能力，这个对铁人式防空型的防空导弹也不例外。所以铁人式防空型针对这个情况进行了调整，将导弹改成了线控的方式来进行制导，以此来规避 GN 粒子带来的影响。剩下的在左手上还携带有6管60毫米口径机炮，用来支持打击近距离范围内的各个目标。该武器的射速同样很高，为了尽可能延长炮管的使用寿命，采用了水冷的方式来防止过热，同时在底下还配有一把碳素刀用于近战，这样铁人式防空型就具备了独立应对 MS 的能力。当遇到对方机动战士时，就不再需要其他友军单位提供协防保护。倘若遭遇到了比较危急的情况，在胸口和肩膀这几个位置还设有烟幕弹发射器，直接释放产生巨大烟幕来为自身提供掩护。剩下的在左胸位置还有30毫米口径机炮，继续发挥原来的近距离防卫作用。从整体上来看，铁人式防空型的作用其实与自行高射炮一样，都是伴随地面主力部队承担野战防空职能。在刚刚投入使用的 AD2306年，人格连为应对轨道电梯即将运行10周年之际，特意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结果警报突然响起，从空中出现了4架 AU 生产的豹图式机动战士。尽管立即引起了巨大混乱，但人格连很快就出动铁人式防空型，凭借强大火力输出，成功将其全部击落。由此可见，铁人式防空型的表现十分可靠，因而人格连的士兵还对其取了个刺猬的昵称。而对于具备飞行能力的机动战士，人格连虽然没有发展出专门的空战型号，但有在铁人式陆战型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款高机动型号，而这个高机动型号便是型号为 MSJ062C 铁人式高机动型。与铁人式陆战型相比，能发现在机体上安装了一对巨大的机翼，每个机翼上还带有6个喷射引擎来为机体输出动力，包括在腿部新增的2组推进器，整个机体加起来一共就有了14组喷射引擎，这就让机体在空中悬停时的速度可达300千米
米每小时，而最高飞行速度甚至能达到900千米每小时。不过这些并不足以支持铁人式高机动型进行空战，更多时候还是选择降落地面进行战斗。所以为了避免机翼给自身造成障碍，还将机翼做成了可折叠的结构，只需要数秒的时间就能完成折起回收。除了这个机翼部件之外，左右2个肩盾和肩膀传感器位置也换成了大小共2对为1，以便机体在空中改变飞行方向。剩下的包括武装和电子设备在内，均与铁人式陆战型相同，没有区别。倒是在手臂上增加了一个护盾部件，其坚硬程度甚至能挡住能天使高达的 GN 剑，可见人格连的机动战士在防护上是十分的给力。反倒是后腰因为机翼的关系拆掉了裙甲，但保留了挂架用来收纳碳素刀，所以铁人式高机动型在落地以后，作战模式就跟铁人式陆战型一样没有差别，随时可以换成碳素刀与敌方 MS 展开近战，利用腿部喷射引擎提供的动力，以极快的速度向对方进行突袭。这一点就让铁人式高机动型增强了不少。而另一把20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在空中时可以像武装直升机一样，在低空位置去发挥火力打击作用，这就补足了人格连在空中打击力量上的空缺。虽然用途得到了扩展，但铁人式高机动型主要作战能力还是在地面之上，并且驾驶的难度要比铁人式陆战型的大。而在这里面水平比较高超的驾驶员，至今为止只有谢尔盖·斯米尔诺夫能在天人组织发动的一场武力介入行动当中，一度险些给能天使高达造成重大打击。虽然一开始持有武器的右手被直接斩断，但还是瞅准了机会，一把抓住了能天使高达的头部，打算就此夺下能天使高达的一部分。但是2架机动战士的性能毕竟差距过大，最终被能天使高达使用 GN 光束剑反制。谢尔盖很遗憾地在这场战斗中败北。虽然在这场战斗中，铁人式高机动型的性能表现十分抢眼，但是造价却比铁人式陆战型要高出不少，所以没有在人格连的军队中大量装备使用，倒是有基于这个型号的基础上开发了新的改进型号进行量产，而这个型号便是铁人式高机动 B 型。可以看到原来的机翼结构已经取消，不再具备飞行的能力，机动方式改成了以气垫的方式来进行。所以相比铁人式陆战型的主要变化，就是在腿部加装了悬浮推进器，这样机体在腾空后就可以进行高速机动。由于这一型铁人式高机动型经常部署在沙漠戈壁地带，所以在手臂的关节和腰部等处都做了防尘处理，来避免影响机体的运作。手持的武器上也跟着做了调整，新增了一把50倍20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跟原来铁人式陆战型的相比，取消了同轴的12.7毫米口径机枪，换成了一把矩形的碳素刀，作用跟步枪上刺刀一样，发起突击时无需更换装备，直接展开近战。而射击上的威力则跟原来大差不差，对付机动战士时打击效果依然显著。如果有必要，可直接换装铁人式陆战型的武器。然后为了方便协同多架机动战士进行作战，在铁人式高机动 B 型的基础上，人格连还专门开发了用于指挥作战的机型，而这个机型就是指挥官用铁人式高机动 B 型。其明显的变化是两侧的肩盾之上增加了增强通讯用的模块，这个模块是可拆卸的装甲板和通信组件的结合体。可以看到在模块之上竖起了4个天线，包括头部也进行了相应的更改，加起来就是一共新增了5个天线，这就让机体看过去就如同路由器一般，能让己方的作战单位像接入路由器的 WiFi 一样，在接入到数据链后方便进行协同作战。为此，铁人式指挥官用高机动 B 型在情报信息处理方面的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其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可以帮助指挥员迅速掌握战场各个情况，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出己方作战部队的战斗力。由于新增了这些设备，让机体有所增重，为了确保机体的机动性能不会因此下滑，在动力上也进行了增强。增强之后的机动性能十分突出，在人格联军中仅比给超兵使用的机型逊色，所以即使单机作战，指挥官用铁人式也足够应对。当然正常情况下还是多架机体进行协同作战，按照人格连的作战编制，每3架机动战士组成一个小队，然后由指挥官用铁人式来率领3个小队，一共10架机动战士组成作战单位进行作战。而谢尔盖就有驾驶过这架指挥官用铁人式按照多架机动战士的编制进行协同作战，一度在捕获天人组织高达的作战中大显神威。但比较遗憾的是，在返航的途中突然间就被做天使高达2型直接搅乱，队伍中的大多数机动战士很快就被 GN 獠牙击破，连谢尔盖驾驶的指挥官型铁人式也未能幸免。最终这场高达捕获作战惨遭失败，而比较庆幸的是，谢尔盖没有被对方的攻击波及到自身，没有直接在这场战斗当中阵亡。